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宠物牲畜有着人模人样的动作行为吗？自然篇：万物循环的真相。本篇内容，这是说破宇宙中各类动物和植物，以及世界各国不同人种的由来。在天地五界中，万物生类的出生和循环，是有阴府在控管的循环法制。在此公开真相内幕，让人类能自我警惕，珍惜好不容易现世当人的机会。这一世的修行作为，就是决定未来死后往上界循环或往下界沦落的关键。确实，当人类是万物生类循环程序里最严苛的考验，也最难通过的最后一关。民间畜生动物及鱼虾水族的循环交替法，就从阴府的临界法规，在处分人类和水陆界畜生动物及鱼虾水族的交替法来说起。其实，这是转世当人类在民间修行的唯一恐怖陷阱，活人料想不到的可怕。此画面，这是天地五界的第四界，水界，又称早池界、水陆界。此界的工作者为鱼虾水族及陆地的动植物，此为清道夫的工作职务，并且担任食物类的角色。重点：民间畜生动物及鱼虾水族的由来，可分成5种来源。以下说明：一、人类生前会去求神拜佛，或依靠无形相助的人，死后会去投胎，而当畜生动物或鱼虾水族。此因就是人类在生前求拜过第四界、水界上岸的桃灵，曾经受过此类谎称神明的桃灵给予的甜头，死后就得付出代价，跟他们互换考场。说起民间所有被人类敬奉的神明，不管是佛祖、观音、妈祖、菩萨、济公、王爷、三太子，还是关公、达摩、玉皇大帝、耶稣、阿拉等神明封号，通通都是这种鱼虾水族或畜生动物的桃灵。他们是还没有资格循环去投胎人类，忍受不了动物躯体的修考而逃，这是不甘愿接受阴府的生死循环，也就是不守灵界法规的阴界邪灵。就在民间，借着显灵、赐梦接触人类，编出各种神明名号来欺骗人类接受他们，才能靠着人类的躯体生存，以及躲避阴府灵兵天将的抓击。当人类去接触如通灵体质者和无形的神鬼交流，或去求助过民间任何形态的神鬼，只要曾经被他们帮助过，得过阴界邪灵的好处，等到死后回阴间地府处，都会因这种跟阴界倒流的行为而处分，投胎鱼虾水族或畜生动物。这就是自愿互换考场的利益交换，为跟阴界倒流者的下场。不管生前是农工商，做得再好，也得投胎鱼虾或畜生动物。阴府给予民间人类的考场，此陷阱是考验人类的智慧，以及磨练人类面对人生挫折的耐力。人类若存有求助无形相助的心态，沦为阴界邪灵的利用对象，就得互换考场，投胎鱼虾动物。所以，此类邪灵类者，阴府是抓不胜抓，永远抓不完，也是阴府执行宇宙所有生物循环运行的机制。总要有灵魂去投胎鱼虾水族或畜生动物，否则地球哪来足够的食物类呢？这也是造成好不容易修到投胎人类躯体的灵魂跟着，却得往下界沦落的陷阱。大部分的人类都要到死后才恍然大悟，所拜的神竟都是阴界邪灵，对于被骗的人生而感到委屈冤枉，还反怪阴府怎么不把邪灵消灭，放任邪灵危害人类。其实，阴府已经把真相传达给民间人类，是人类自己固执己见，不想面对凡事要靠自己的现实，宁可信有神当依靠的哄骗谎言，算是个人智慧、个人担的考法。而且，有好就有坏，有此类邪灵的存在，才能考验出人类的智慧差异。不然，谁去投胎鱼虾、畜生动物？2. 人类生前为宗教信仰者，或有打坐、敬禅、
念经、供奉神像、祈福、祷告、求助无形、求拜神明的行为。人体的磁流被阴界邪灵吸取到严重流失，导致智慧灵根萎缩，就得在死后沦落畜生动物或鱼虾水族躯体重修。尤其是有宗教信仰且参与传教的信徒，绝对是投胎鱼虾水族。3. 误导大众的罪行者。阴府对于民间人类的修考，是以审核人类生前是农工商和本分职责，如家庭主妇的尽责、品德、耐劳程度，导致死后智慧灵根的结晶长短，决定灵魂转换修考的躯体。民间所有宗教传教的资讯，包括放生、修佛、神灵学说、加持的功效、吃素等各种违反阴府执行法的谬论，若将其宣扬推广的人，尤其是公众人物，如艺人或记者、作家、教师，以及在大众传播媒体传教者，死后绝对会因误导大众的罪名，去投胎畜生动物或鱼虾水族。4. 懒惰不工作的人，或着重享乐，未善尽投胎人类义务的人。今世能出生当人类，就是阴府安排的循环修考处，目的是以人类的灵活躯体当工具，用士农工商的工作及本分角色，整修第三界人类社会。就算是妈妈这个本分角色，也是整修社会的功能之一。所以，今世当人类却懒惰不工作，未尽本分职责的人，或者是着重在享受富裕，没有体悟当人的修行真相，此为必定智慧会萎缩的人，死后就得投胎畜生动物重修。尤其一般人常羡慕有些出生在富裕之家的人，不必工作，凡事用钱请他人代劳，连家庭责任也没付出，着重享受的玩乐者。在今世看来，这种人很好命，但死后却得转换投胎，出生当畜生动物，罪名是未尽出生人类的义务。5. 自毁躯体者，如吸毒、自杀等破坏自己躯体的人，以及毁坏他人躯体者，如违反民间法律、迫害他人躯体的人，此为破坏整修社会的工具，人体，违反阴府循环机制的罪名，死后必定投胎畜生动物或鱼虾水族。以上5种人，就是死后投胎畜生动物或鱼虾水族的来源。天地5界的第4界水陆界，是动物及植物的修考处，确实也需要这5种人，才有源源不绝的食物类供第3界的人类及第4界的生物使用。另提，执行阴间工作事务的度畜生者，若工作疏失或违反灵界法规接触人类，也得被处分去投胎鱼虾水族或畜生动物。法律之前，人鬼平等。此外，人类在未成年前，若因单纯的意外而死亡，没有跟阴界倒流的问题，且无视农工商的工作成绩可受审者，都会被羁押去投胎短期内可宰杀食用的牲畜类动物，让此类灵魂根者再经历一次定性的修考，就会让他再度于当地投胎人类。这是要其学会珍惜生命的执行定力。千万别以为当畜生动物给人类饲养，或在野地自由生活也很爽快。大自然的所有生物都是智慧灵根者的灵意监牢，每种生物都同样有工作职责必须执行，才能在天地5界的循环机制中往上爬。今世好不容易循环到第3界当人类，却在死后被处分沦落第4界，既然是惩罚，必有恐怖之处。接谈动物躯体的恐怖监牢。在大自然里，各种生物的出生，不论是狗、猪、猫、鸟、鱼、虫，都是有灵魂投胎的。通常民间的人类都以为这辈子做好做坏，反正死了什么也不记得，就算真的有轮回，也是重新来过，人死了就算了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其实，对于没有善尽当人类的职责，不知道人生真相的人来说，死后
被惩罚当动物的恐怖，在于把动物的躯体当监牢。人死后的灵魂虽然投胎到动物躯体，可是动物会永远保有前世的记忆，而且是累世的记忆。除非循环生死，一直到投胎做人为止，才会洗刷所有的记忆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是民间人类家里养的猫、狗，它前世累世的记忆都存在，包括它曾经当人类的记忆。这是阴府管制动物修考的方式，要动物牢牢记取当动物的修考经历，尽职责本分，工作修考，才能朝着上界当人类努力，而心甘情愿接受清道夫的工作，及一次又一次被屠宰当食物类的循环。因为动物必须忍受屠宰的恐惧，才能由小型动物转换投胎到大型动物，最终才能投胎到当人类。若是动物未尽工作职责，死后必须往更低等的生物投胎循环。累世的记忆就是残酷的惩罚法。请想象一下，现在身为人类的你，躯体变成狗的感受。其实，动物保有前世的记忆，所以曾经当过人类的他们听得懂人话，有些还会表现出人类的行为，认字、唱歌、跳舞、做算术等等。这就是人类常说动物有灵性的由来。接谈鱼虾水族及畜生动物要循环到当人类的过程，此为阴府执行天地五界循环机制的实况。在这个循环作业中，负责管理执行的度畜生者，就是维持大自然生物运作循环的重要工作者。尤其对于保有当过人类记忆的动物，必须有度畜生者的严控，使其安于动物的工作职责，正确修考。首先，以水中的鱼虾水族来说起，投胎到小型鱼虾水族的灵魂是会被粉碎的。以一个人类的灵根，可粉碎投胎，产出几百斤的鱼虾水族，故其前世的记忆是片段的。各种小型水中生物，如贝类、蟹类、小鱼、小虾、海参、海胆等等，必须做清理藻菌的清道夫工作，即当其他动物的食物，重复被吃掉，原地再投胎的生死循环，成千上万次，直到灵根成长，才能投胎大型鱼类或两栖动物，如乌龟；大型的鱼类，如鲸鱼、鲨鱼、海豚等等。有些是陆地的大型动物或人类死后被惩罚投胎当水中鱼类，甚至是第二界的风云道者，若触犯严重的职务疏失，就会被惩罚投胎到水中或陆地某些体型巨大的动物或鱼类。这种灵魂根体是完整的，甚至保有曾经当人的记忆，所以它们的智慧比其他动物和鱼类更高。民间时有发生鲸鱼搁浅而死的现象，其实它们是要去转换投胎陆地动物，人类却自以为是的去抢救。所以，为了确保让该投胎的鲸鱼等大型生物能顺利死亡，上岸循环下一阶段，水界的度畜生者就会配合地形，以附身的方式把鲸鱼移动到离水较远的区域，不被人类从中阻碍循环程序，让其顺利死亡。从水中的小型生物到大型生物、两栖动物，同样要重复被吃，再投胎的生死循环，直到智慧灵根成长，才有资格投胎陆地动物。这段漫长的工作修考期，至少要数百年才能脱离鱼虾水族，所以有些鱼虾水族的灵根无法忍受漫长的修考，就成了逃灵。此类逃灵，有些上了岸，借人类的愚昧，把他们当神供奉，利用人类的躯体生存和躲藏；有些直接被负责管理的度畜生者逮捕，就会被魔将去当第五界沼泥界的土壤。这也是民间土壤永不缺的来源之一。民间宗教误导大众，以吃素、放生、护生的谬论，从中干涉生物的循环运作，害得水中生物要上陆地投胎的日子更漫长无望。
对于有累世记忆的动物而言，人类真的是假慈悲。难怪被放生的海龟要频频回头，瞪着放生的人类。上了陆地投胎小型动物，也是得重复工作职责，清道夫工作，当食物类。如此生死的循环上百次，才能逐渐转换到大型畜生动物，如猴类。动物保有累世的记忆，就是为了让动物记住修考的职责本分，智慧灵根才会逐渐成长。3. 等到动物的智慧灵根成长结晶，有资格可以投胎当人类，度畜生者就会将其羁押去第5地形印度，先投胎由人类饲养，短期可成长屠宰食用的牲畜，被宰杀一次就可以投胎当人类了。动物的本分职责，当食物类，虽然要被屠宰，但人类若非屠宰其当食物，而是以虐杀、娱乐的心态去杀害动物，此种人类心态不正常，必定在死后会被严重处分，甚至和动物互换考场，转换去投胎畜生。另提，若度畜生者工作修考良好，有资格而愿投胎当人类时，必须到欲投胎的地形，先了解风土民情，如同实习，就会先在当地当度畜生者，再投胎人类。此外，若是循环过程中有转换到动物躯体修考，这种由动物修考而要去投胎当人类之前，也要先投胎到印度当牲畜，如同先了解当地风土民情，被屠宰一次才能投胎当印度人。生死循环的基本流程，阴府的生死循环运作细节繁复，在此统整出基本架构原则，把流程公诸世人知悉。经是正确，用士农工商和本分职责整修社会，脱离宗教信仰，才不枉费好不容易循环到当人的机会。1. 人类转换地形，投胎人类重修，必须先到要投胎的地形当度畜生者，再依地形的流程顺序，往上或往下转换修行地，投胎人类。流程：第5地形印度，第3地形中国及周边国家台湾，第2地形日本、韩国，第1地形美国、英国、法国及周边国家。非洲为违法犯纪、作恶多端者死后的刑罚处，故任何一地形的人类，若得转换非洲人之前，有的需先投胎非洲的牲畜，再循环到非洲人，带着当人的记忆，投胎非洲的动物，再当非洲土人，也算是酷刑。但某些是情节不同，也有的是直接投胎出生非洲人，接受修考。2. 动物循环的过程，以水中和陆上的2种修考地为分界，分别必须从卵生动物循环到胎生动物，再由度畜生者控管循环的次数，而且是当时生物的数量多寡，调整投胎的生物种类。流程：水中生物从卵生、胎生，上陆地投胎小型动物；陆地生物卵生、胎生，大型动物。例如，人类转换投胎到鸡、鸭、鹅等卵生动物，需被宰杀约40次。这是阴府公定第4届的轮数法，为10乘4，等于40次的资格者，才能投胎兔、猫、狗等胎生动物，再由胎生动物循环到大型牲畜，如猪、牛、羊、马等等。循环生死的过程，是动物所表现的定性、野性是否存在，决定转换的躯体。工作修考不良的动物灵魂，就会越往低等、躯体较小的动物投胎，例如老鼠。3. 人类修考不佳而转换动物躯体修考，必定是在当地国家投胎当动物，接受食物类的工作修考，重复投胎动物的生死循环。循环到有资格当人类时，必须先投胎印度当牲畜，
被宰杀后，才从第五地形印度人开始人类的修考流程。人类，当地鱼虾水族，两栖动物，大型水中胎生动物，上陆地投胎小型卵生动物，胎生动物，大型动物，牲畜、牛、猪、羊、马等等，有资格当人类。第五地形，印度，投胎牲畜。印度人，是农工商正确修考。转换第三地形，中国人，先到投胎地形处，中国当度畜生者。中国人，若死后要转换台湾再当人。台湾当度畜生者，台湾人。4. 此象是灵魂被魔将到找泥界，第五界当土壤，再由土壤细菌开始重新循环。若有机会循环到人类时，阴府会特别优待该灵魂，可直接投胎当地人类。流程：土壤、菌类、投胎植物、小型昆虫类、大型昆虫类、飞鸟类、水中大型胎生动物、陆地投胎小型动物、卵生、胎生动物、大型动物、牲畜，有资格当人，于当地投胎当人类。此类循环的时间是非常漫长，所以阴府特别优待可在当地投胎人类。前述第三四类，由磨碎后的灵根修考到当人类躯体的修考者，出生为人有几项特征：幼年时期学习不稳定，不想讲话，动作阴森凶性；少年时期对于有关文化的事物没有兴趣去学习，爱管闲事，是非不分的霸道行为；中年或老年时期对人或对事有大吼大叫的动作之霸气。养育到此种小孩，要有效的教导法，就是用监狱寮的控制法而作为养育，让他自我要求去学会做人处事的道理。否则，此类带有野蛮性质的小孩，未调教好，出社会会列入监狱人生，或常胡乱得罪，被人怒气追杀而丧命。纵观前述四项动植物的生死循环流程，当食物类确实是第四界的动植物之基本职责，只有接受被吃掉再投胎的循环，动物及植物才有机会循环到当人类。所以民间很多鼓吹吃素、不杀生、放生的人，就是在破坏阴府的万物循环机制，死后绝对归类误导大众的罪行，被处分去投胎鱼虾水族或畜生动物，甚至魔将当细菌。万物的循环确实是有阴府在操纵的程序，奉劝今世为人者，千万别白费了此次当人类的机会。往上界第二界，往下界第四界，就在这一场赌局而定夺。阴府已将万物循环的真相透明化，人类要拿此生当赌注，坚持己见，继续错，好坏必然是自己承担，不可不慎。下个单元，男女特别考场篇，恋爱时期的困扰。欢迎持续关注、订阅，并按赞我们的频道。人间小路，下期见。